同事用我的身份贷了款，但不知道我是沈氏唯一的继承人。沈璐，你网贷借了800万，这么久了1分钱没还，今天必须还清。我从来没贷过款，合同上写的就是你的名字，你还想抵赖？沈璐，能帮我人脸验证一下会员吗？就1分钟，拜托啦！不是我，是我的同事苏曼妮，是她冒用我的身份贷的款。少废话，不还钱是吧？你这裙子不便宜吧？脱下来抵账！追，还一个女人，跑不远的。元生哥，我用公司一个实习生的身份证贷了800万，那人到现在都被蒙在鼓里，实在是太蠢了。我的宝贝就是错过，这公司是我妻子创办的，记在我女儿名下，我只是代管她的本分。我女儿答应我，等她25岁生日过了，就把公司转交给我，到时候我就给你名分。露露，你怎么回国了？我不回来，怎么看得到你这出精彩的大戏？原来这个蠢货就是远哥出国留学的女儿。不行，远哥要是知道我陷害他的女儿……沈璐，高利贷畏罪自杀了，快来人呐！若有来生，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3个月前悲剧还没开始的时候。沈璐，能帮我人脸验证一下会员吗？就1分钟，拜托啦！什么会员？还需要别人帮忙验证？就是视频会员啦，我自己验证不了，你就帮我一下嘛。前世苏曼妮就是用这个借口把我推向深渊。好了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前世的噩梦已经从源头彻底掐断了，但这还不够。苏曼妮，我前世的遭遇，这辈子必须让你也体验。曼妮姐，公司优秀员工宣传照拍摄需要本人人脸识别确认信息，领导特意点名你。真的？那当然要配合，快开始吧。人脸识别验证通过。好了，验证完成。曼妮姐，你等着拍宣传照就好。不是姐说，沈璐你还是得多向我学习学习。好啊，我肯定好好跟曼妮姐学。等还款日期一到，高额的罚息和催债的人都会找上你。苏曼妮，你欠我的，我会1分不少全都讨回来。今天中午我请全组去黑珍珠餐厅吃饭，大家随便点。哇，曼妮你也太大方了吧，果然是有钱人，我等平民只能跪舔。这款爱马仕可是超难抢的，我真是太羡慕你了。哎呀，不就是个包而已，我家里衣柜都放不下了。这不感念大家对我的帮衬，我就想着请大家吃饭了。哇，沈璐，你看这包好看吗？工作时间少谈论其他话题。喜欢工作是吧？正好。这些文件今天下班前必须录入系统，这可是林总交代我安排。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，我拒绝。沈璐，曼妮姐是林总跟前的红人，她安排的工作你也敢拒绝？不想干了？也不要这么说吧，这些工作本来就不该沈璐做，她拒绝是应该的。你懂什么？曼妮姐平时对大家这么好，让沈璐帮个忙怎么了？对你们好，真是可笑。她底薪5000，却每月花10几万背名牌包，谁知道她的钱哪来的？我男朋友给的，你嫉妒？你这种没男朋友的人根本不懂。喂，什么事？女士，您的贷款800万，本月应还款21.7万元，请月内还清，否则我将上报征信并联系你的紧急联系人。曼妮姐，你男朋友不是每月给你10万吗？怎么还要贷款啊？难道你全身的名牌都是贷款买的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可能会贷款买衣服？这800万，我不是用沈璐的身份去贷款的吗？怎么会找到我这里？曼妮，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对，肯定是打错了。我像缺那点钱的人吗？要真是打错的，你刚才慌什么？谁慌了？我那儿被吵得烦。行吧，反正催收的人又不找我。这种上台展示的机会，我平时参加的太多了。沈璐，你来公司也有1个月了，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吧，可别搞砸了。行啊，谢谢曼妮姐这么好心让给我。算算日子，
发布会那天，高利贷也该来催债了。沈路，到时候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苏曼妮，你以为我还是上辈子那个傻子？这一次身败名裂的人是你。感谢各位莅临沈氏新品发布会。苏曼妮，你欠我们800万，今天必须还钱。这位大哥，你找错人了，我叫沈路，不是苏曼妮。不过我可以带你去找他。走，今天不还钱，老子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远生哥，你答应我房子，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呀？宝贝想要的，我什么时候没给过？明天就带你去签合同。还是远生哥对我最好。苏曼依就在里面汇报工作，你们这动静，这哪是汇报业务啊？今天没白来啊，这可是大新闻。今天不把800万连本带利还了，老子拆了他！沈路，你疯了？谁让你闯进来的？苏曼妮，还钱！这800万1分都不能少！不是我，是他借的钱，你们要还钱找他。你们看，大家看清楚，借款人姓名苏曼妮，身份证号、人脸识别验证，收款银行卡也是他本人的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用的是你的身份证，怎么会变成我的名字？所以你承认了，你从头到尾都想用我的身份借钱，把脏水泼到我头上，对吧？是你陷害我，还真当我好欺负了。苏曼妮，我最后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点儿800万连本带利还回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们几个不客气了。明天记得还钱哦，曼妮姐。远生，救我！是那个贱人害我，你马上开除他，让他滚出公司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现在就让人事去办手续。沈路，我要让那个贱人今天就滚蛋。沈路，这个名字怎么跟我女儿一模一样？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。你女儿不是在国外留学吗？怎么可能来公司上班？别多想了。也是，她还在国外呢，不可能在这儿。快把她辞退嘛！一个小员工你还开不掉吗？我要看着她滚！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行，依你。刘姐，现在立刻辞退项目部沈路，让他今天之内办完离职手续。满意了，宝贝？远生哥，你最好了。沈路，林总下令辞退你，马上收拾东西离开，别耽误事儿。早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一天天装什么清高，得罪曼妮姐，活该被砍。破照片留着也没用，跟你这个人一样，不如碎了干净。捡起来。我母亲的遗物，你这种人也配碰？大小姐生日快乐！您将股份转移给林总的合同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合同作废，取消转移股份的计划。另外，立刻冻结林远生名下所有关联账户、资产、银行卡，暂停他所有权限。苏曼妮，我倒要看看你那800万怎么还。远生哥，800万怎么还没打到我卡上？讨债的下午就要上门了。远哥，怎么还没到账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转过去？我名下所有账户为什么转不出去？查询一下我是否转错了。林先生您好，您名下的资产均被沈小姐冻结。沈路，你为什么动了我的账户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林远生，你包养情人，挥霍沈氏资产，这些钱是我母亲遗产，你1分都不配动。远生哥，我记得你在沈家藏了应急资金，我们回去拿了钱就能还债。对，我们先回去拿钱，把你那800万还了。钱总算是还上了，远哥，你房间好豪华啊！林远生，你居然带这个贱人在我妈妈住过的房间里乱搞！林远生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凤凰男！你们这对狗男女都滚出去！这是我妈妈的房子，你们也配进来乱搞？沈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竟敢用水泼我！
这里轮得到你在这里撒野吗？还不快给我滚出去！你这个贱人，是不是故意来跟我抢远生哥的？你就是嫉妒我要嫁给远生哥，成为沈氏女主人，见不得我好。我今天就撕烂你的脸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闭嘴！你也配提沈氏？远生哥，你看到没？他推我，你快帮我！他故意针对我，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在一起。小陆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他是我公司的同事，我们只是在谈工作，你闹成这样像什么样子？谈工作需要搂搂抱抱，需要拖的这么多在卧室里谈。沈路，我就知道你见不得我好，你也想来勾引远生哥是吧？我告诉你没门，远生哥是我的。勾引？林远生，你还没告诉他我是谁吗？沈路，你装什么装？你不就是一个在公司端茶倒水的底层人，还想勾引林总？曼妮，你住口！你拦着我干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他就是个想勾引你的贱人！闭嘴！露露就是我的女儿。什么？父亲，既然你用着我母亲的遗产养着情人，那么我之前答应把股份转移你的合同作废。露露，你都答应爸爸了，难道你要出尔反尔吗？3天后，我会在博悦酒店举办正式继承宴会，当众接管沈氏所有业务与资产。你一个刚走出学校没几年的丫头，既无管理经验，又无人脉根基，凭什么撑得起这么大的集团？沈氏从创立到扩张，每一分钱都来自我母亲的原始资本。你只是入赘的管理者，法律上没有任何决定权，你无权阻拦。沈氏可是我几十年的心血。远生哥，他不是铁了心要办继承宴吗？我们让他参加不了继承宴，到时候股东和媒体等半天迟迟没看到他，绝对会对他失望。沈氏照样是你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沈路，恭喜你即将继承沈氏，未来前途无量，我们敬你一杯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不安好心。爸爸，我先去问候其余股东了，先失陪。这怎么回事？头好晕。远生哥，我好难受，我们找个没人的角落躲一躲。这就是沈总特意安排的纯金发财树吧？真重啊，不愧是纯金打造的。快抬到舞台中央去，等会儿沈总就要揭幕了，千万小心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真是太好了，我正愁怎么让大家发现你们的真面目。欢迎莅临沈氏集团股权继承盛典，接下来有请沈露小姐致辞。林远生呢？沈氏这么大的继承仪式，他作为公司前10级管理人，为什么缺席？沈小姐是动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吗？沈小姐，你父亲不到场作证，你就急于继位，未免太心急了吧？外人知道了，只会说你沈露不孝夺权。林总去哪儿了？不会被你软禁了吧？我持有沈氏集团52%股权，母亲遗嘱经公证处公证，合法合规有效，我何必做出软禁我父亲的事？我本身就有资格执掌沈氏。等会儿你们就能见到林远生在哪儿。远生哥，好像有点不对。该死，我们被……接下来进入本次盛典最令人期待的环节，有请沈露小姐为象征沈氏未来的鸿运发财树揭幕。祝愿沈小姐接手沈氏集团蒸蒸日上，大展宏图。林远生、苏曼妮，这场为你们准备的惊喜，准备好了吗？林远生、苏曼妮，这场为你们准备的惊喜，准备好了吗？爸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林远生先生，你带着这个女人在里面，是公开表示对沈小姐继承沈氏的不满吗？沈露小姐，您的继任仪式还会继续吗？爸，今天是我的继承仪式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是你，沈露，是你搞的鬼！你陷害我！你这个不孝女，你故意在酒里下药，你好毒的心！我陷害你？爸爸，是你自己，你带着这个女人，在我即将继承公司的日子玩消失，你怎么能倒打一耙？保安，立刻把这2个人带下去，封锁舞台，不许任何人再拍。远生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沈露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
林远生、苏曼妮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沈露小姐，你父亲说你下药致使他昏迷，这是真的吗？请问沈小姐知道与您父亲同时昏迷的小姐是什么身份吗？她是你父亲给你找的后妈吗？你父亲与这个女人这场闹剧是否会影响沈氏集团的股价？你还会继续继承公司吗？各位媒体朋友，今天的事情我之后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我以沈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正式接管沈氏所有业务与资产。沈小姐，你父亲在你的继承宴上闹这一出，你现在继位，如何让股东信服？这些事儿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？家事不清，何以执掌集团？说得对，你一个20出头的丫头，既无管理经验，又无股东支持，就凭一本遗嘱想坐稳这个位置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处理好家事再说吧。我理解你们的质疑，但是今天也是我自己重要的日子，我怎么可能傻到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自己的父亲动手？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我本身就有资格继承沈氏，没理由陷害自己的父亲。今天的闹剧到此为止，我会用成绩说话，希望各位还能坐回这张桌子前，和我一起把沈氏做得更大更强。全完了，全毁了。30年，我经营了30年。远生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所有人都看着我俩一起昏迷到台上，我妈还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做小三了，我不敢接。你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谁问，嘴给我闭紧了，对外统一都说我们是被人下药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是沈露，是他敬酒的时候给我们下了药。没错，记住，我们是被陷害的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沈露，你想让我身败名裂，我告诉你不可能。老周，立刻换掉沈宅所有门锁密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进来。林总，沈宅的产权在沈小姐母亲名下，换锁这件事，我让你换你就换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我还没倒呢。产权算什么？我住了20年，这房子就是我的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还有，把沈露名下所有资产能动的全部给我转出来，转到我在海外的账户上，要快。好的，林总。沈露，别怪爸心狠，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从今天起，沈宅是我的，钱是我的，沈氏也是我的。怎么回事？沈小姐，林总上午亲自下令更换了别墅全部密码，还嘱咐我们没有他的允许，谁也不能放进去。林远生换密码，他倒是挺会给自己找存在感。一个赘婿住着我妈的房子，现在还想把我拦在门外。我们也是听令行事。沈总，不好了！林总对外宣称您为了继承沈太太的遗产给他下药，还让人暗中转移您的资产。转移我的资产？他一个赘婿有什么资格动我妈留给我的钱？让他转，所有转账都需要我本人人脸识别，他转不出去，就会发现自己像个笑话。是沈总。把门踹开。啊，沈小姐，这房子的产权人是我母亲，我是唯一合法继承人。林远生没有权利更换门锁，更没有权利把我拦在自家门外。你听他的命令，是在协助非法侵占他人房产。明白了，沈小姐。林远生，你以为制造舆论就能对付你？还是太天真。沈露，你怎么进来的？密码不是换了吗？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这是远生哥的房子，我当然在这里。你害我们身败名裂，还有脸回这房子？给我出去！林远生的房子，他一个赘婿入赘沈家20年，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连他开的那辆车都是我母亲买的。什么时候这房子成了他的？你胡说！远生哥现在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这房子早就是他说了算。他换了密码，就是不让你这个不孝女进门。你还敢踹门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！私闯民宅？我回我自己的家叫私闯民宅。你的家？这房子自然就是远生哥的，他住了20年，房产证上写没写他的名字又怎样？夫妻共同财产，懂不懂？夫妻共同财产？你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跟我谈法律？睁大你的眼睛，看清楚，产权人是谁？那又怎样？远生哥说了，你妈死前答应把房子过户给他的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办手续。你一个做女儿的，凭什么抢你爸的东西？我妈答应过户，有遗嘱吗？有录音吗？有字据吗？就算没有又怎么样？远生可是你亲爸，你的房子不就是他的？
我看你就是嫉妒我，见不得远生哥对我好。你一个小三，有什么值得我嫉妒的？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，我跟远生哥是真爱，你妈早就死了，死人还占着房子不让活人住，你有没有人性？你说谁死人？你弄疼我了！你敢动手，我要报警！我要告你故意伤害！报警？好啊，你现在就打。我正好让警察看看，非法侵占他人房产、破坏他人财物，够你进去蹲几天。还有这些东西，哪一件是用你自己的钱买的？你信不信？我一张张调出刷卡记录，告你一个侵占他人财产。你敢？我敢不敢？你试试就知道。现在给你1分钟。带着你的东西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我不走，这是远生哥的家，你凭什么赶我走？沈璐，你疯了？那都是我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扔？等远生哥拿到公司娶我，不会饶了你的。他现在自身都难保，哪里还有空管你？你是自己走，还是我让保安进来请你走？妈，对不起，让这种人脏了您的房子。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在外面这么狼狈？远生哥，沈璐他把我赶出来了，他还打我，你看我的脸都肿了。反了他了！今天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天来。沈璐，你给我开门，立刻给我滚出来！正好，你的东西我帮你收拾好。喏，你的行李全在这儿。沈璐，你还懂不懂什么叫孝道？你要把你老子我赶出家门？我养你20多年，你就这么报答我？养我？你入赘沈家，吃我母亲的，住我母亲的，连你开的车、穿的衣服都是用我母亲的钱买的，你养过我1天吗？银行流水证明，购房款来自我妈的婚前账户，这个房子的产权人是我妈，与你林远生没有半毛钱关系。需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吗？你就这么对待自己的父亲？你妈要是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么不孝，你没资格提我妈妈。从你把苏曼妮这个贱人带到我妈的卧室，在我妈的床上乱搞的那天起，你就不是我的父亲，你不配。沈璐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会让你一无所有。沈氏是我的，是我林远生的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等着的，看你还能蹦跶几天。林远生，你以为撕了文件就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你欠我妈的，欠我的，我会让你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。远生哥，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把我们赶出来，还打了我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咽不下去也得咽。他现在手里有遗嘱，有房产证，我拿什么跟他斗？那就让他手里的东西变成假的。明天你不是要召集股东开会吗？到时候你就说继承宴上那杯酒是沈璐给我们下的药，他是故意设计让我们出丑，好趁机夺权。下药的事儿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但光凭一张嘴，股东们能信？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水搅浑。只要股东们对他产生怀疑，他就没有那么容易坐稳那个位置。你就说那份遗嘱是伪造的，你作为丈夫最有资格质疑遗嘱的真实性。遗嘱有公证处盖章，这个不好推翻。不需要推翻，只需要让股东们觉得有争议，只要有争议，他们就不敢轻易站到他那边，你就可以争取时间，慢慢想办法把公司夺回来。你说的对，先把水搅浑，再浑水摸鱼。远生哥，我都是为了你，等我们把公司拿回来，我一定要让沈璐跪在我面前求饶。放心，会有那一天的。
各位董事，各位叔伯，感谢大家今天能来。之前继承宴上的那次事件，我必须要向大家澄清，那根本是一场阴谋，是沈洛给我和苏曼妮下了迷药，故意设计我们到台上，他就是想趁机夺权。亲生女儿给父亲下药，真的假的？也不是没可能，豪门哪有亲父女？沈璐年纪轻轻，心术不正，没有半点管理经验，让他接管沈氏集团，迟早完蛋。我请求各位股东联名发声，抵制沈璐，保住沈氏。林总，你说是沈小姐下药，有证据吗？这事儿可不能空口无凭啊！那天他敬了我一杯酒，喝完我就意识模糊了，这不是证据是什么？你们在座的谁不认识我林远生？我在沈氏干了20年，兢兢业业，什么时候出过这种丑闻？说的也有道理，林总这些年确实没出过什么岔子。我也不想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可不是他下药要陷害，难道是我自己给自己下药？可沈璐手里有52%的股权，这是白纸黑字。股权的事先放一边，单说人品，一个给自己亲爹下药的女儿，你们敢把公司交给他？林远生，你说完了吗？沈璐，你来的正好，当着各位股东的面，你敢说你没有给我下药？下药？你说我下药？证据呢？全网直播清清楚楚，我一步也没离开过观众的视线，而你带着你的情人在台上搂搂抱抱，以此表达对我继承的不满。够了，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吵架的。各位股东，我不管林远生跟你们说了什么，我只说一句，我持有沈氏集团52%的股权，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法律手续齐全，公正完备。从法律上讲，沈氏是我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林远生现在已经不是沈氏的股东，也不是沈氏的管理层。你坐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，你今天召集股东开会，本身就是越权行为。沈小姐说的对，老林，你现在确实没有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。没有资格？我在沈氏干了20年，沈氏能有今天，你们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？沈氏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我母亲的原始投入，你只是职业经理人，不，连职业经理人都算不上，你是入赘的。你以为你手里有股权就赢了？沈璐，你那份遗嘱根本就是假的，你伪造遗嘱，篡改股权，你就是个骗子！沈氏不是你的一言堂。遗嘱是伪造的，这可是大事啊！老林，你说遗嘱伪造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证据，我当然有。这是我母亲的亲笔遗嘱原件，公证处加盖公章，2位见证人签字按手印，每一份文件都经得起任何机构、任何层次的查验。林远生，你说遗嘱是假的，那你拿出证据来，拿不出来你就是诽谤。老林，你说下药没证据，说遗嘱伪造也拿不出证据，人家手里52%的股权是实打实的。你今天这场会，我看没必要再开下去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你妈的字迹我认得，这份遗嘱上的签名跟我手里他早年的亲笔信字迹完全不一样。我要求申请笔迹鉴定，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，公司由我代管，毕竟不能让一个可能伪造遗嘱的人坐在沈氏的继承人位置上。你凭什么单方面申请鉴定？遗嘱是公证处公证过的，具有法律效力，你说鉴就鉴。法律效力，字迹对不上，再公证也是废纸一张。你以为盖个章就能把黑的变成白的？老林，你确定这封信是清欢亲笔写的，不是你自己？我和他夫妻10几年，他的字我会认错，这笔迹、这力道、这行笔的习惯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。笔迹鉴定最客观，既然有争议，那就等结果吧。林远生在继承宴上闹出的那出丑闻全网直播，沈氏股价应声下跌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你们放心把公司交给他暂管？你们确定不是把沈氏放在火上烤？那天的事我已经说过，是你故意设计栽赃。沈璐，你一口咬死遗嘱有效，为什么不敢鉴定？丑闻是你和苏曼妮自己造的，跟我无关，遗嘱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嘴硬是吧？等鉴定结果出来，证明遗嘱是假的，到时候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陆丫头，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，遗嘱肯定得去鉴定一番，不然大家心里不服，公司也没法安稳。遗嘱确确实实是真的，我没什么好怕的，鉴定可以做。沈璐，你上当了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不管真的假的，
我都会让它变成假的。他这么笃定，一定有诈。那封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不管怎样，见招拆招。我来查询沈清欢女士遗嘱的笔迹鉴定流程。沈清欢女士，林远生先生3天前就提交了申请，已经将比对样本归档了。样本？他提交的是什么样本？林先生提交的是沈清欢女士早年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书信，作为笔迹比对的参照物。3天前就提交了，他果然早有预谋。我要查看那份样本。不对，这个欢字的起笔力度、收笔的弧度，全都透着刻意模仿的僵硬。母亲写字时习惯把青字的3点水写得紧凑，这里却松散的像另一个人，这是伪造的。这份样本是假的，我要求撤销林远生提交的样本，重新提交真实比对材料。沈小姐，撤销申请需要申请人本人同意，或者您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样本系伪造。这是我带来的真实样本，我母亲写给我的5封家书，以及她生前在公司文件上的亲笔签名复印件。每一份都可以追溯到具体日期，有据可查。我要求以我提交的真实样本作为笔迹鉴定的唯一比对依据，林远生提交的那份假样本必须作废。沈小姐，按照规定，我们需要对您提交的样本进行初步核实，如果确实真实，我们可以采纳。谢谢。等正式鉴定报告一出来，沈路就彻底失去继承权了。到时候沈氏只能由我掌控。远生哥最厉害了，那个沈路还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，不就是仗着有个有钱的妈妈？有钱？我在沈氏当牛做马20年，他妈躺在家里数钱，到头来遗嘱还想一脚把我踢开，门都没有。就是，远生哥才是沈氏的功臣。那封信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需要知道，我告诉你，那封信我找人模仿了3个月，光是欢字就练了上千遍。沈路那个丫头就算觉得不对劲儿，也拿不出证据。远生哥太聪明了，那鉴定中心的人不会看出来吗？我用的可是20年前的旧信纸，墨迹也做了老化处理，就算他们觉得有点不像，也会归因于时间久远，人的字迹会变，谁能证明那是假的？远生哥，你这是把每一步都算死了呀！你真是个老狐狸。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老狐狸？这叫运筹帷幄。是，远生哥是天才。等沈路滚蛋了，沈底是不是就彻底归我们了？我可看中他妈那间主卧很久了，我要重新装修。行，你想怎么装都行，整个沈氏都是我们的，还差那一间卧室。还有他那些珠宝首饰，我看过照片，翡翠镯子、钻石项链，随便一件都值几百万，到时候是不是也归我们？那些东西是他妈留给他的，不太好直接拿。远生哥，你刚才还说整个沈氏都是我们的，怎么几件首饰就舍不得了？你是不是心疼那个死丫头？行，给你。不过得等鉴定结果出来，尘埃落定之后再说，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我就知道远生哥最疼我。沈路啊沈路，你跟你妈一样，太天真了。这个世界从来不是谁有理谁赢，而是谁有手段谁赢。远生哥，等一切结束了，我们办个盛大的婚礼好不好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才是沈氏的女主人。好办，全城最大的婚礼，请最好的策划，让沈路坐在台下看着，那才叫痛快。沈路，你赶我出沈宅，你让我在全网丢脸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的跟你算清楚。等鉴定报告出来，我要你跪着求我。经专业比对，林远生先生提供的样本字迹与遗嘱签名无法确认为同一人书写。各位都听清楚了，遗嘱签名存疑，按照之前约定，沈氏集团继续由我代管。按公司章程第12条，遗嘱存疑期间确实应由法定代理人暂行管理。林总作为沈董配偶，程序上没问题。我们持股人最看重稳定，现在股价已经跌了15%，林总代管至少能让业务先正常运行起来。事情还没定论，不要急着下结论。这份报告只说明你的样本不匹配，从来没有说遗嘱是伪造的，你偷换概念未免太可笑。程序就是如此，存疑即无效，你再狡辩也没用。这份是沈路女士昨天提交的补充样本吧？什么补充样本？沈路，你干什么了？昨天沈路提供了沈清欢女士亲笔书信共23封，经比对，所有样本字迹特征与遗嘱签名完全吻合。
笔迹完全吻合，这份遗嘱的效力没问题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！我提交的样本才是清欢亲笔，你们一定被沈路收买了！造假，全都是造假！遗嘱是伪造的，鉴定也是暗箱操作。沈路，你这个贱人耍阴招！造假！林远生，你们用龌龊手段抢财产、毁名声，现在铁证摆在眼前，就只会撒泼打滚吗？沈路，你阴我！阴你？我只是提交了我妈写给我的信，是你自己拿假样本自掘坟墓，怪谁？本次鉴定采用国家级笔迹对比系统，结合23封沈清欢女士真实亲笔书信样本，全程公开录像，无任何暗箱操作，遗嘱签名与真迹完全吻合，合法有效，具有最高法律效力。林总，你就别闹了，遗嘱是真的。在沈氏打拼几十年，这公司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沈路，你个白眼狼，我是你父亲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沈路，你滚出沈氏，远生哥才是沈氏真正的主人，你不配碰这家公司。大家快来看啊！沈路篡夺家产，陷害长辈，天理难容。现在铁证如山，你们在这里撒泼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怎么以为撒泼大家就会站你们那边？老林，够了！鉴定结果铁证如山，沈清欢女士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，合法有效。沈路小姐作为唯一继承人，有权接管沈氏集团全部资产与业务，任何人无权干涉，无权阻挠。对，林总，你身为上门女婿，婚内出轨、伪造笔记，还有脸在这里撒野？沈氏从创立到壮大，每一分钱都是我母亲的心血，跟你这个赘婿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享受着我母亲留下的钱财地位，转头就背叛家庭，你也配叫父亲？沈路，你少得意！沈氏不是你一个黄毛丫头想继承就能继承的。公司股东、核心员工、全国业务，哪一样是你能掌控的？我在沈氏几十年，根基比你深10000倍。沈路，你给我们等着，这笔账我们早晚跟你算清楚。各位股东前辈，感谢大家坚守公道，信任法律。明天我会正式接管公司，我沈路在此承诺，一定会带领沈氏重回巅峰。陆丫头，沈氏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妈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的女儿一点都不差。现在正式宣布，沈路小姐依照遗嘱与股权持有证明，就任沈氏集团首席执行官，全权负责集团所有运营管理、战略决策、人事任免事务。慢着，我坚决不同意！我是沈路的亲生父亲，也是沈氏的前任总经理，我不同意我女儿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接管公司。她年纪轻，没经验，你们放心把几十亿的资产交给一个刚回国的小丫头。对，远生哥在沈氏干了20年，沈路连一次完整的项目都没跟过，让他当 CEO， 不是把公司往火坑里推吗？我不是要争什么，我只是以父亲的身份请求各位股东再慎重考虑。沈路是我女儿，我不能看着她把清欢一辈子的心血败光，至少让我再带她2年，再交给她也不迟。林远生，你说完了吗？你是我父亲，这点我不否认，但这里是董事会，不是家庭聚会。公司的继承权凭的是遗嘱和股权，不是父女关系。更何况你在任的这20年，沈氏的增长率从每年25%降到了不足5%，你带出来的团队效率低下，这些数据需要我当场公布吗？沈小姐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公司不是家族企业了，得按规矩来。我以第2大股东的身份正式表态，即日起，沈路就任沈氏集团 CEO， 原管理层合规调整。你们全都忘恩负义，没有我，沈氏能有今天吗？你们现在翻脸不认人，我是他父亲，我不同意他凭什么当这个 CEO？ 你不同意没用，商场无父子，这里只认规则不认眼泪。你打感情牌，我尊重你是我父亲，但决策权在我手里。小杨，通知人事部，即日起免去林远生总经理职务，调任沈氏集团顾问，保留他的股份，但无权干涉任何经营管理决策。明白。沈路，你这个不孝女，你妈要是活着，能看你这么对我吗？我妈要是活着，第一个不会原谅的就是你。对了，通知人事部立即开除苏曼妮，集团永不录用，1小时内办结所有手续。我没有犯错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远生哥，你看看他欺负我。凭什么？凭你损害公司利益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在公司内部传播不良风气，凭你不配留在沈氏，这些理由够不够？远生哥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不能不管我。你们看啊，这就是沈路的真面目，刚上位就公报私仇。苏曼依是沈氏的老员工，工作兢兢业业，从无重大过错，凭什么一句话就开除？
这样的 CEO， 你们敢把公司交给他？上任第一天就开除员工，确实会让内部人心惶惶，不利于团队稳定啊。私人恩怨，我执掌审视只看利益、制度与法律，从不掺杂私怨。苏曼妮，你冒用同事的身份信息，在网贷平台贷款800万元用于个人消费，光凭这个我就能开除。我没有，我是用自己的身份贷款的。你不要血口喷人，那些事跟今天的会议无关。你揪着过去的事不放，不就是想公报私仇吗？跟今天的会议无关。各位股东，你们这么快就忘了继承宴那场全网直播的事件了？你提那个干什么？那件事已经过去了。那是误会，是意外。误会？全网几百万人实时观看，审视股价当天暴跌12%，3天内累计跌了15%，这叫误会？当时确实影响极坏，林总带着女人公开对沈小姐表示不满，导致集团形象一落千丈。我那几个老客户都在问沈氏是不是要倒了。对，好多合作方都来问情况，公关部忙了整整1个月才把舆论压下去。苏曼妮，你损害公司利益、触犯法律、败坏公司声誉，这3条，哪一条都够开除10次。我不是公报私仇，我是替公司清理门户。通知一下，1小时内办完手续。好的。保安送他出去。元生哥，你救我！你不能不管我！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说话啊！各位，还有谁对我的决定有异议？沈总，按制度办事，我们没意见。各位，从今天起，沈氏进入新的阶段。我会用3个月时间，让所有人看到，沈氏在我手里只会比过去更强。元生哥，我被开除了，我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我还有800万高利贷要还。元生哥，我没工作没收入，征信烂了，没有公司敢要我该怎么办啊？他们会找上门的，会打断我的腿的。我认识地下钱庄的人，能暂时压下催收，先帮你拖1个月。真的吗？元生哥，你真的有办法？你可一定要救我，我全靠你了，我现在只有你了。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我知道，你说什么我都听，只要能让我翻身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沈路现在掌权，我们硬碰硬不行，年轻经验不足，管理上迟早会出纰漏。只要我们抓住他一次重大失误，就能逼他下台。可是那些股东会听我们的吗？他们现在都倒向沈路了。小股东只看利益，只要沈路让他们的钱袋子缩水，他们会第一个翻脸，到时候不需要我出面，他们自己就会闹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想办法让他犯错？不是想办法，是要制造机会。他不是要3个月出成绩吗？我们就让他这3个月寸步难行。小杨，让人把书桌挪到靠窗的位置，光线好，那些旧摆件一件不留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沈总，我们的人得到消息，林远生和苏曼妮最近动作频繁，要不要让人去？不用，我就是要他们搞事。沈总，林远生手里有15%的股份，还有不少老部下。苏曼妮虽然被开除了，但他知道公司很多内幕，万一他们在背后串联，联合小股东闹事，他们越动，破绽就越多。我现在正愁没有理由彻底罢免林远生的所有职务。董事会里还有些老顽固，觉得我不近人情，但如果他自己跳出来搞事，那就是另一回事。所以您是按兵不动，等他自己露出马脚？对，我们只需要看着，等他动手的时候再把人抓住，尤其是那几个核心供应商和小股东，他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去了哪里，我都要知道。明白，我已经安排了人，24小时留意。沈总，万一林远生真的狗急跳墙，做出什么过激的事，那就让他做，做得越大，摔得越惨。林远生、苏曼宁，前世你们欠我一条命，今生我必须一笔一笔，连本带利，全部讨回来。大家快来看，沈路仗势欺人，恶意陷害我，冒用贷款的脏水泼我身上，还开除我，赶尽杀绝！开除人总得有理由吧？看着好吓人。沈总，要不要我叫保安？不用，让他闹，正好一次性解决。大家听我说，我没有贷款，是沈路用我人脸信息贷的，他栽赃我。公司有这种人管理，谁知道会不会背上债务？你没有贷款，那催收电话为什么打给你？发布会那天，讨债的人为什么指名道姓找你苏曼妮要钱？那是他们搞错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大家看好了，这是苏曼妮的贷款合同、人脸识别记录、收款银行卡流水，
全部是苏曼妮本人。他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。小杨，把他给我带出去。是，沈总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倒是差点忘了，你们几个当初还跟着苏曼妮一起排挤栽赃我。沈总，我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不是故意的。对啊，沈总您大人大量，就原谅我们吧。原谅你？凭什么？沈总，你不能一上位就搞清算，以后谁还敢来沈氏上班？我们都是老员工，你随便开除人，全体员工都会寒心。就是，公司不是你家后院，不能凭心情开人。我们没犯原则性错误。真的要是不分对错就清算老员工，那也太让人寒心了。我们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，难道说走就走吗？就是啊，当初他们站队不对，但也没犯什么大错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开除你们了？1个月内，只要你们完成2倍的基础业务，我就留下你。2倍？这根本不可能完成，你这是故意刁难。刁难？当初你们把所有活推给我，我一个人干4、5倍的工作，你们摸鱼划水混日子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公司当时在刁难人？再说了，我给的业务本来就是正常1个月能干完的。沈氏不招混吃等死的水屌子，1个月完不成，自动离职，按制度办，没商量。沈总，我们错了，以前是我们糊涂，求您再给一次机会，我们一定好好干。是啊，沈总，我们再也不敢偷懒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啊。机会给过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。公司不养闲人，更不养白眼狼。沈洛，你可真够狠的，你就不怕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吗？我凭实力掌权，不像某些人入赘吃软饭，还想鸠占鹊巢，抢别人的家产。给我等着！林远生，别让我失望啊！别只有这点上不了台面的手段。沈总，上月考核结果出来了，王磊等人全部未达标，只有2人勉强合格。按制度辞退，赔偿金最低标准，永不录用。通知人事部立刻执行。明白。沈总，还有一件事，苏曼妮那800万高利贷昨天全部还清了。还清了？除了我那位好父亲，谁会替他填这个无底洞？可您早已冻结林远生所有公开账户，他根本无法动用大额资金。他一定藏了私户暗账，立刻去查他所有关联账户，包括海外账户、私人信托，一丝一毫都不许放过。是，沈总。沈总，不好了！网上突然涌出大量抹黑通告、恶意剪辑视频，已经冲上热搜第1。沈总，热搜爆了！背后有团队在批量删除我们的舍亲帖，现在连官微评论区都被水军攻陷了。查出发帖源头了吗？技术部追踪到3个1级营销号 ，IP 全在境外。你先稳住舆论，立刻找法务出律师函，联系平台要求封禁违规营销号，把所有造谣内容做证据公证。明白，沈总。沈陆小姐，您真的夺权后虐待老员工，将生父赶出家门吗？您构陷苏曼妮，背负800万高利贷，是真的吗？就是，他恶意定2倍 KPI 刁难我们，完不成就开除，根本不把员工当人。你能详细说说沈小姐是如何对待公司员工的吗？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人，哪敢得罪他这个掌权的老板啊？沈陆小姐，他们说的全是真的吗？您现在不回应，是不是心虚默认了？保安，把这些恶意扰乱秩序的人全部请离门口，不许影响公司正常运营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明天上午10点，沈氏将召开官方声明会，所有真相、所有证据全部公开，给大家一个完整交代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来到现场。最近关于我和沈氏集团的谣言满天飞，今天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真相一五一十说清楚。第一，关于网贷一事，是苏曼妮以帮忙验证会员为借口，试图骗我进行人脸识别，借用我的身份网贷。沈璐，能帮我人脸验证一下会员吗？就1分钟，拜托啦！这事果然是假的，我就说，堂堂沈家大小姐，怎么可能为了800万就去贷款？是啊，这女人也是蠢，诬陷谁不好，诬陷沈小姐。第二，关于下药这件事，是林远生
我的父亲在继承宴上联合苏曼妮给我下药，企图让我当众出丑，丧失继承资格。这也太恶毒了！亲生父亲居然能做到这个地步。沈洛，你这个蛇蝎女人，你血口喷人！今天我要当众揭穿你伪造证据的真面目！沈洛，爸爸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就是这样对爸爸的？你伪造遗嘱，赶我出公司，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来得正好，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，那就让所有人看看，谁才是真正的跳梁小丑。小杨，把录音放出来。你就说继承宴上那杯酒是沈露给我们下的药，还有遗嘱，你就说那份遗嘱是伪造的。等鉴定结果出来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我都会让它变成假的。你们合谋陷害沈总，编造谣言，伪造证据，就不怕承担法律责任吗？所以你们所谓的受害者身份全是演的，下药、伪造遗嘱、冒用贷款，全是你们自己干的，这些都是合成的。沈露伪造录音，你们不要信他。对，这个逆女早就买通了技术人员，这些都是合成音频。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再不滚，我就报警了。沈总被亲生父亲陷害，被昔日同事集体背刺，您此刻是什么心情？家事不影响公事，即便父亲对我有诸多不对，我仍念血缘亲情，不会赶尽杀绝。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该承担的责任谁也逃不掉。感谢各位媒体朋友今天亲临现场，也感谢全网网友的监督，所有造谣构陷已经真相大白。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，辛苦大家了。沈总，舆论已经彻底反噬，林远生和苏曼妮现在被全网网暴，出门都不敢露脸。他们罪有应得，不值得同情，而且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前世你们推我下楼，伪装我跳楼自杀的画面，到现在我闭上眼睛都能看到。我让你查的林远生隐匿资金有进展了吗？还在深度核查，他有多笔大额资金来源不明，流向非常诡异，明显存在问题。肯定有问题，给我盯死每一笔流水，挖到底。远生哥，舆论彻底输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沈露根本斗不倒。我绝不会把沈氏白白送给他，我还有最后一步棋。什么棋？国外那家一直想吞掉沈氏的资本公司，你去联系，我们里应外合。既然沈露想把我赶出沈氏，那我就把沈氏彻底搞垮。沈氏倒了，沈露就什么都不是了，还要欠一屁股债。沈总，此前意图收购沈氏的国外资本突然提交合作提案，林总要求立刻审议。直接驳回，这家资本动机不纯，一旦合作，沈氏必陷万劫不复。沈露，商场哪有永远的敌人？有利可图为什么不接？有利可图。各位股东，前段时间林远生联合捏造谣言，操控舆论，抹黑沈氏形象，导致集团股价暴跌。你们觉得这种人会为沈氏着想吗？沈露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远生哥是为了沈氏好，你就是怕外资进来抢了你的位置，所以才故意抹黑远生哥。苏曼妮，你早就被沈氏开除，永不录用。谁给你的资格踏入股东会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他是我的助理，行情会议有何不可？开除人员禁止进入核心区域。你公然违反公司制度，是不把沈氏规矩放在眼里。各位别听他狡辩，国外合作能让沈氏市值翻倍，沈露就是故意拦着大家发财。沈总，林总说的没错，这项目回报率极高，不能错过。而且商场本就该灵活变通，不必过于保守。这是与国外资本的大额合作，一旦出错，沈氏将掏空全部家底，陷入万劫不复。慎重审核是对所有股东、对沈氏负责。沈总说的也有道理，那我们给你3天时间，给大家一个答复。沈总说的有道理，大额合作确实该慎重，我同意给你3天时间审核。3天时间足够了。
希望沈总不要让我们失望。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这份合同绝对不对劲。沈总，我仔细看了合同条款，不管是资金投入、利润分成还是风险承担，对沈氏都是百利而无一害，实在看不出问题在哪里。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。商场上从来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合作。你看这份合同，所有好处都被沈氏占据，对方公司几乎得不到任何实际收益，这合理吗？沈总，您这么一说，确实不对劲。这家国外资本一直想收购沈氏，如今却送上这样一份完美合同，他们就是用短期利益迷惑我们，等我们投入全部家底，就会露出獠牙，彻底吞并沈氏。太险恶了！我立刻去查这家公司的背景、资金流向和隐藏条款。你立刻联系我们的海外法律顾问，务必把所有证据收集完整。明白。林远生，你真是疯了！为了夺权，竟然勾结外敌，我绝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。沈总，3天时间已到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只要签下合同，沈氏就能更上一层楼，你不能再固执了。这群股东只看得到眼前利益，根本看不出隐藏陷阱。沈路，这一次你插翅难飞。我考虑清楚了，我不同意这次外资合作。沈路，你疯了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居然要放弃！沈路，你因为私人恩怨耽误沈氏发展，你对得起死去的母亲，对得起所有股东吗？这份合同看似优厚，实则暗藏杀机，所有利益都偏向沈氏，对方毫无收益，这根本是一场骗局。你说这都是你自己瞎猜的，有实打实的证据吗？沈总，总不能只凭你一句话就把项目黄了吧？我们都是拿着真金白银投进沈氏的，担不起你这种任性的折腾。沈总，查清楚了。各位，你们不是好奇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吗？这就是答案。这家公司的真实目的是先用高利引诱我们投入全部资产，再通过合同漏洞冻结沈氏资金，最终低价吞并整个集团。天哪！幸好沈总及时阻止，不然沈氏就完了。太险恶了，我们居然差点掉进陷阱。不可能，她一个刚毕业的丫头，怎么可能看穿这么隐蔽的陷阱？我的计划明明天衣无缝。这份合同是林远生先生亲手带到股东会的，不知道林总是否清楚里面的致密陷阱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也是为了沈氏发展，一心想为公司谋利。小杨，你查的所有东西都带过来了吗？各位股东，这不是普通文件，而是林远生与苏曼宁私下勾结境外资本，蓄意掏空沈氏的全程录音、录像、聊天记录与资金流水。沈路那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经营？等境外资本把沈氏套牢，我们直接卷款跑路，让他给我们收拾烂摊子。远生哥最厉害了，等搞垮沈路、沈宅，公司钱全都是我们的，看谁还敢看不起我！林远生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！沈氏是你亡妻一辈子的心血，你居然要亲手毁了她！我们这么多年信任你、支持你，你却勾结外敌，吃里扒外，你对得起沈氏上下几千名员工吗？我为沈氏当牛做马20年，凭什么他沈路一回来就坐享其成？这公司本来就该是我的。你能踏入沈氏大门，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，能拥有荣华富贵，全都是因为你娶了我的母亲。我付出的汗水，付出的时间，付出的一切，难道不配得到这一切吗？你付出的，那我们就来好好看看你所谓的付出到底是什么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付出。你怎么可能查到这些？将近5000万，你居然偷偷掏空公司近5000万！沈氏待你不薄，你怎么敢？你这个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我们给你分红，给你权利，你却在背后挖沈氏的根。你口口声声说的付出，
就是挪用公司巨额公款，给自己买豪车、买豪宅、买奢侈品，挥霍无度。还有苏曼妮背上的那笔800万高利贷，也是你用这些挪用的公款偷偷帮他填平的，对吗？用沈氏的钱养你的情人，填你们的贪欲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给我的钱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都不要坐牢，我没有犯罪，这都是沈璐陷害我，你们放我走，我是沈氏的总经理，你们没有资格抓我。警察同志，我是冤枉的，都是李远胜逼我的，贷款的事是他让我干的，伪造证据也是他的主意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被他骗的，你们抓他，别抓我！苏曼妮，你疯了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就是你，所有坏事都是你让我干的，你害死我了！警官，这是林远生职务侵占、挪用资金、勾结外资损害公司利益的全部证据，以及苏曼妮贷款诈借、诽谤诬告、扰乱公共秩序的所有材料。沈璐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沈总，以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老糊涂了，因为你年纪轻，刚接手就处处质疑你，偏袒林远生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。是我们错了，我们现在才看清，他就是个蛀虫，我们以后绝对全心全意支持你，绝无二心。各位叔伯，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，我们都是沈氏的一份子，目标只有一个，把公司做大做起来。被告人林远生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2年，并处没收全部非法所得，追缴所有侵占资产。被告人苏曼妮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7年，处罚金10万元。我不服，我要上诉！沈璐，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是你害了我，是你抢了我的一切！我不要坐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们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沈总，法院已经正式启动林远生所持15%股份的拍卖程序，我们已经全部成功拍下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。知道了。沈总，您现在持股比例高达67%，拥有沈氏绝对控管权，公司彻底稳定，再也没有人能动摇您的位置。那可太好了，终于一切都结束了，前世的仇，今生的恨，全都了结了。上一世我从这里被推下高楼惨死，含恨而终，这一世我浴火重生，手撕仇敌，守住母亲的心血，从此再无遗憾，再无伤痛。沈总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本季度公司业绩同比暴涨66%，再创历史新高，全体同事都欢呼雀跃，强烈要求举办庆功宴，好好庆祝一番。庆功宴必须办，不仅要办，还要办得热闹。今晚我做东，请全公司所有人去全市最好的餐厅，所有人都必须参加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太好了，沈总，我现在就去通知大家，保证把消息传到每一个人。小杨，你顺便再通知下去，从今天起，沈氏集团正式更名为陆明集团。陆明？沈总，这2个字有什么特殊寓意吗？陆是我的名字，代表不忘初心，守护母亲心血。明是百家争鸣，人才辈出，一鸣惊人。我希望这里成为所有有梦想、有能力的人的舞台，让所有人才都能发光发热。明白，沈总，我立刻去落实更名、工商变更、庆功宴所有事项，保证办得妥妥当当。妈，我做到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你的心血发扬光大，让陆明集团走向更远的未来。